瓦格纳事件之后，俄军所面临的纪律、忠诚和官僚主义问题仍有待解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关心瓦格纳事件影响的朋友应该发现，备受瞩目的俄罗斯末日将军苏罗维金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就连俄罗斯人都在找。近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爆出了更多的内幕，声称俄军已经至少有15名高级军官被免职或被退休，另有13人仍被拘留审讯中。最知名的几位将军包括第53集团军司令波波夫少将被解职，第106空中突击师师长塞利维斯托夫少将被解职，第7空中突击师师长也被解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人事调整，很可能与瓦格纳事件有关。有的人被怀疑支持过兵变行动，有的则被指责未能执行国防部的命令。当然，还有的人是学习瓦格纳跟国防部叫板，最终导致的结果。更夸张的是，后来又出现了空降兵第7师官兵要挟国防部的事件。据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该部队人员所发布的录音威胁：如果俄罗斯国防部逮捕空降兵司令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或威胁他的生命，他们将撤出在赫尔松州的阵地。俄罗斯基层部队和一线军官与高层存在着沟通障碍，所以往往选择通过俄罗斯国内的军事博主用视频录音的方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因此这些事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当然，更敏感的还是苏洛维金将军，他本人在瓦格纳事件之后就一直失踪。去年10月，苏洛维金就任总指挥后，向瓦格纳倾斜了大量的资源。今年1月，苏洛维金被贬为副总指挥，而瓦格纳的特殊待遇也随之被取消。后来发生的事件与普里格任对俄罗斯国防部的不满息息相关。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军队当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可能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还真的有问题，主要是俄军的纪律、忠诚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因为战争的持续而被暴露，但是如果不及时解决，其后果又非常严重。首先，一线指挥官往往会提出一些俄罗斯国防部无法满足的条件，也就是把抱怨当成其主要的沟通方式。比如，瓦格纳一直在抱怨缺少炮弹和先进的武器，根本就不考虑俄罗斯国防部的整体后勤保障情况。再比如，58集团军要求国防部解决缺少反炮兵雷达、炮兵侦察机等等，甚至要求58集团军撤下来休整。前线部队遇到困难，在各种战争环境中都有可能出现。过去我们解放军面对这样的情况，往往采取的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能够在打仗的时候谈条件。一旦每支部队都把谈条件当成打好仗的理由，那么后面只会越来越困难，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波波夫少将被解除职务，从俄罗斯国防部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合理的。第二，部分指挥官存在着三头主义，缺少坚决执行命令的基本素养，这在瓦格纳进逼莫斯科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队就取消了政委制度，从而导致了派系林立，作战部队在执行总统命令时都能打折扣。所以现在的瓦格纳事件虽然和解了，但是俄罗斯政府对将军们的忠诚仍然表示怀疑。因此，这些调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重塑军队的忠诚问题。第三，也不能否认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僚主义，不主动与一线部队进行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最终还是出了大问题。所谓官僚主义，就是拒绝了解实际情况，拒绝进行必要的沟通，想当然地给一线部队下达命令。如果最高指挥层的命令一直与基层情况脱节，那么最后保不齐就会出大事儿。总体而言，瓦格纳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俄罗斯军队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被化解，而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又是俄军能否长期鏖战的关键所在。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忠诚和坚决执行命令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谈及战斗力的问题。否则，一线部队都向瓦格纳学习，执行作战任务时谈条件、找理由，甚至出现要挟国防部的情况。这样的状态如果泛滥，那可就没法管了。就这点而言，俄罗斯军队与解放军真的是没法比。